乔伊波伊究竟是什么人？六处伏笔揭开欢笑传说。大家好，我是朱二笨。在海贼王即将进入最终章之际，历史正文、古代兵器、拉夫德鲁以及玩 Piece 这些关系到终极大秘宝的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然而，所有这些都与一个角色有莫大关联，甚至成为海贼王世界里的预言之子，他就是乔伊波伊。目前为止，漫画中主要有6处剧情提到了乔伊波伊，而每一处伏笔其实都在阐述乔伊波伊的部分秘密。第一处提到乔伊波伊是在漫画628话大清洗。罗宾在愚人岛海之森发现了一块历史正文，上面书写的内容是一份谢罪文。乔伊波伊首次出现，这是一个音译的名字，日文名和英文名都是指向欢笑男孩的含义。记住欢笑这个关键词，后面的分析里我们还会多次提到。第二处提到乔伊波伊是在漫画649话钓鱼及比目鱼的漫舞，愚人岛大战告一段落，罗宾从国王尼普顿口中得知了乔伊波伊的部分线索，他是在空白100年间真实存在过的陆地上的人物，与当时的人鱼公主有过某个约定，但最终未能实现。承载着特殊使命的巨船诺亚也荒废至今。罗宾接着提问乔伊波伊是否拥有召唤海王类的力量，但尼普顿明确否认了，这股力量应该属于海王波塞冬。所以在这，尾田就把乔伊波伊和古代兵器的定位区别开了。当时白星换来海王类时，海王类们将他奉为王，并称他们的力量都属于白星。而以及王妃曾说过，未来会出现一个能够正确引导白星力量的人，并给世界带来巨大变化。现在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路飞在愚人岛毁灭的关头，用强烈意志感染白星，使其发动力量召唤来海王类，拯救了岛屿。所以古代兵器与他们的王是上下级关系，但路飞与白星之间是伙伴，是有着相同目标和愿望的人。借此可以推论，800年前的乔伊波伊与愚人公主也是类似的关系，他们曾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将愚人族迁移到陆地上去，与其他种族一起平等的在阳光底下生活。这也是愚人族千百年来的愿景。为了迁移位于海底1万米的愚人岛和所有居民，就需要一艘巨大的船只，并且能让他们行驶在大海中。借助海王的力量，人鱼公主可以发动海王类来拉船，而这艘船就由乔伊波伊设法打造。漫画648话，当海王类们把诺亚拉回海之森时，就提到需要借助那一族的力量才能修好诺亚。显然，凭借愚人族的力量，无法建造和修复这么庞大的船只，而在陆地上却有一个种族可以做到——巨人族。庞大的身躯以及惊人的力量，让巨人们能够成为强大的战士。但如果把这股力量用在建造上，也是非常厉害的帮手。漫画439话，从司法岛归来的奥伊莫和卡西，就短暂成为了卡雷拉造船厂的一员。海尔丁组建的新巨兵海贼团里，也出现过一位巨人船将斯坦森。所以800年前那位乔伊波伊，是不是借助过巨人族的力量，打造了这艘巨船诺亚呢？他很可能是来自巨人族，或者与巨人族是伙伴关系。第3处提到乔伊波伊是在漫画967话罗杰的冒险。罗杰海贼团历经险阻，终于找到了4块路标，到达了伟大航路的终点，见到了800年前乔伊波伊留在那里的最终宝藏，然后大笑出声，并留下一句感慨：乔伊波伊，我可真想跟你生在同一个时代啊。罗杰随后将这座岛屿命名为拉夫德鲁，意为欢笑传说。因为到达这里的所有海贼团船员面对宝藏都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能让他们如此大笑的东西一定是非常有趣，而且是能影响到所有人，也与乔伊波伊所代表的欢笑十分吻合。但后来罗杰他们离开拉夫德鲁，无论是船上还是身上都没有明显变化，并且从雷利和罗杰的交谈来看，他们并没有真正得到玩 Piece， 只是在那里得知了空白100年、地质一族、古代兵器等等所有真相。罗杰的那句感慨也代表着他的遗憾，他既不可能见到800年前那位充满欢乐的乔伊波伊，又因为身患重病的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无法去见证下一个乔伊波伊所开创的时代，所以他选择用最后的生命去推动大海贼时代的到来，更多的人进入伟大航路，也就意味着找到玩 Piece 的人更有可能出现。而罗杰之所以这么期待乔伊波伊，很可能是因为他与罗杰有着共同的信念，他将实现罗杰未完成的梦想。第4处提到乔伊波伊是在漫画968话玉田的回归。玉田重返和之国时，再次讲到了光月家的使命，称在乔伊波伊出现前必须让这个国家开国。这里也再次印证乔伊波伊只是一个称号，而且未来会出现一个人继承这个称号。后来府主之行时，玉田将自己的意志传承给了赤鞘九侠，并说整个世界都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而和之国必须要能协助他。前后联系起来，和之国在等待的那个人就是乔伊波伊，并且这个国家中一定存在着某股独特的力量，是乔伊波伊改变世界时必须要用到的。当时在1016话时，凯多曾对大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强调自己留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和之国。再来看以为凯多说了句废话，但从他后面的台词来看，他是将和之国视为了武器工厂，武器是发动战争时必须要用到的东西。而和之国的武器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这里是海楼石的发源地，海楼石的力量代表着大海，大海是海贼王整部作品最核心的元素，与之相对的是陆地。海贼王中最大的陆地即是红土大陆，天龙人的统治即是建立在位于世界中心的玛丽乔亚。有趣的是，天龙人从700年前开始修建能够连接岛屿之间的巨大桥梁，如果它最终完工，也就意味着岛屿间不再需要通过大海航行，能够连接成为一块陆地，所有人都不再需要大海，整片大海都会被锁死在高高的桥梁下。天龙人之所以愿意消耗这么多资源去建造一个极难实现的巨型工程，只有一个动机能够解释：来自大海的力量曾经威胁到了他们的统治，他们畏惧大海，畏惧这片大海的可能性。
畏惧这股力量将来会颠覆他们。而乔伊波伊、人鱼公主、伟大航路，所有这些都来自大海。乔伊波伊如果就是大海之子，那么在800年前，他也许就曾经直面过想要毁灭这片大海的敌人。第5次提到乔伊波伊是在漫画1014话《人生的拙劣演员》，凯多第2次将路飞击败，看着掉下大海的小鬼，忍不住感叹了一句：“你也没能成为乔伊波伊啊！”注意，凯多在这里提到了一个“也”字，说明了之前也出现过能让凯多觉得有潜力成为乔伊波伊的人，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失败了。既然是能够改变世界的人，还能被凯多看中，那必定是当世顶级强者之一。所以凯多从路飞身上看到了那几个人影：罗杰、白胡子、洛克斯、红发、玉田，应该就是他曾经认为有可能成为乔伊波伊的人。有趣的是，这张人影里面每个人都是笑脸，所有凯多喃喃说了一句“草帽小子”，也露出了一个笑脸。乔伊波伊又一次与欢笑这个元素联系到了一起，而凯多对路飞战败的失望，也说明了另一个关键问题：乔伊波伊既然想要挑战这个世界，就必须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第6处提到乔伊波伊是在漫画1036话武士之道死之谓也，竟被索隆击败的瞬间，回忆起了曾经与凯多的对话。作为神秘的露纳里亚族幸存者，竟当时在庞克哈萨德的实验室被凯多救下时，就问过他是否会改变这个世界。后来也一直认为凯多会是成为乔伊波伊的人。露纳里亚族应该也知晓部分乔伊波伊的传说，知道他必定会掀起巨大战争的宿命，而这正好也是凯多一直以来的夙愿。凯多与镜的相遇，成为百兽海贼团的开端。也许从这时候开始，凯多就在朝着夺取古代兵器，成为乔伊波伊，最后拿下顽皮死的终极目标前进。第7处提到乔伊波伊，是在1040话对新世代无效的话语。头之助将向主称为乔伊波伊的伙伴，伙伴与王是不一样的。海王可以号令海王类，有着绝对的指挥权，但伙伴是一种朋友的关系，象征着平等和自由。如果和我们之前分析的一致，天王即是桃之助在路飞的意志引导下呼唤向主来到和之国，那么他们三者间的关系就与白星和海王类之间的关系完全对称。乔伊波伊虽然不能直接指挥海王类、向主这些巨型生物，但却拥有倾听万物之声的能力，能够听到这些巨型生物的话。所以当时海王类觉得路飞能够听懂他们的话非常不可思议，而上一个能够做到的就是罗杰和玉田。后来在杰克袭击向主时，路飞也能听到向主的呼救，但不能发出回应，所以只有白星和桃子才能与这些生物双向交流，这是王才有的力量。但乔伊波伊因为能够引导2位王，所以他们背后的力量都可以算是乔伊波伊的伙伴。分析到这里，我们就把目前为止漫画中所有出现过的直接与乔伊波伊相关的线索梳理了一遍。可以发现，乔伊波伊的定位就是一名引领者。从他与鱼人族、巨人族的渊源，可以看出他曾经游历过这片大海。从他与古代兵器、和之国官员家等等关系来看，可以看出他曾经试图用力量去改变世界。而从他在最后的小岛留下顽皮死来看，他的梦想没有实现，留待后人完成。乔伊波伊是欢笑男孩，留在拉夫德鲁的巨大宝藏能够让人大笑。那些接近成为乔伊波伊的强者，都有着标志性的笑容。欢笑代表的是幸福和快乐，与之对应的是悲伤和哭泣。如果说天龙人统治的世界里充满了奴役、痛苦和不平等，那么乔伊波伊所要创造的世界，是不是代表着欢笑、自由和平等呢？于是我们的焦点来到了另一个传奇角色——太阳神妮卡。漫画1018话，福之福在与生平交手时，首次提到了妮卡这个名字。传说在远古时代，太阳神妮卡是一位拯救奴隶的强大战士，她能给别人带来欢笑，能让人们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妮卡的人设与乔伊波伊有了高度相似，他们都曾经为了被压迫的人而战，并且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欢笑。不同的是，妮卡是太古时代的人物，而上一个乔伊波伊出现在800年前，也恰恰说明了这份意志会超越血缘，在漫长岁月中传承下来。于是天龙人将妮卡的传说视为禁忌，任何提及的人都会被抹除，阻止妮卡的意志影响更多人。他们畏惧妮卡以及类似妮卡的人物出现。那么800年前的乔伊波伊一定是做了什么，试图阻碍天龙人统治这个世界？最终天龙人抹除了100年的历史，制造出空白100年，也试图隐藏那些拥有低知名的人。那么如果乔伊波伊和太阳神一样，都是指那些被命运选中、注定会改变世界的人，前者代表着欢笑，后者又代表着什么呢？太阳这个元素在海贼王的世界中也有多次出现。主角团千里阳光号的寓意即为穿越万千残酷大海，如太阳般灿烂的船只。2位人鱼公主都希望带领族人在太阳底下生活，解放了奴隶的鱼人族英雄费舍尔泰格，建立了以太阳为旗帜的太阳海贼团。官员家一直在等待的世界黎明，也是太阳升起的仪式，对应的是目前世界的黑暗。佩德洛将自己的海贼团命名为诺克斯海贼团，诺克斯意为黑夜，也代表着黎明前夕的夜晚。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太阳神其实就是指像太阳一般灿烂，能够扫除世界的黑暗，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欢笑的战士。这同时也是乔伊波伊的真正含义。还记得主角路飞的草帽吗？草帽原本是晴天用来遮阳的工具，也意味着他所在的地方充满阳光。伊姆曾经在盘古城深处也展示过一顶尺寸更大的草帽，从它的比例来看，不是正常人类的尺寸，暗示着它原本的主人应该是一个体型更大的人物，甚至有可能是巨人族。但是伊姆面前至少有7扇窗台，但只有1扇是亮着的，里面就放着这顶巨大草帽，似乎暗示着历史上还出现过其他与乔伊波伊有关的信物。路飞名字里的 D 和他的草帽，让伊姆想起了曾经的乔伊波伊，
感觉到了威胁，于是，在后面的镜头里，我们看到了被伊姆用剑砍开了2张悬赏令和1张照片，分别是2个拥有低知名且大笑的人，以及有可能觉醒海王力量的人鱼公主。那么伊姆为什么会对路飞这么忌惮呢？因为戴着草帽的路飞走到哪就会把光明和欢笑带到哪里，从东海一直到和之国，他解救了无数人们和国家。最典型的即是阿拉巴斯坦、空岛圣地、愚人岛、德雷斯罗萨，以及即将得到解救的和之国。这些国家要么背负着沉重的奴役，要么遭受着长帽的统治，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和欢笑。但在长帽一伙到来后，都得到了拯救。沙之王国结束了内战，空岛赶走了长帽的暗影路，愚人岛迈向和解，德雷斯罗萨重获新生。如果把这些事件当成这个世界的缩影，那么路飞最终要做的是什么呢？路飞的目标是成为海贼王，但他还有一个终极梦想。漫画506话，雷利与红发相遇时，红发就对路飞曾经说过与罗杰一样的某句话而感到十分惊讶。漫画585话 ，ASL 3兄弟在海边立下了各自的誓言，路飞是最后一个说的。但他说完后，艾斯十分惊讶，萨博大笑起来。后来在漫画1000话，大和回忆起曾经与艾斯的对话，艾斯不小心把路飞的终极梦想告诉了大和，大和第一反应是震惊，随后哭了起来。他没有嘲笑路飞，因为那个终极梦想也是海贼王曾经说过的话。当年罗杰与玉田第一次见面时就说过他的终极梦想。岛子听完大笑起来，觉得罗杰像孩子一样幼稚，而玉田也是震惊不已。回顾这几个人听到终极梦想后的反应，要么大笑，要么震惊，要么觉得不可理喻，也就说明这个想法应该是十分有趣且异想天开，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幼稚的。说出这个梦想时，路飞只有7岁。童年里最开心的几段回忆，一个是在风车村与红发海贼团相处的日子，另一个就是与萨博、艾斯一起生活的时光。吃肉和海贼宴会就是当时路飞最开心的事，并且总是充满欢笑。后来在与香克斯分别时，路飞喊出来的誓言里就包括要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这句话。对于小孩子来说，他只会单纯的认为 One Piece 的宝藏就是货真价实的财宝。那么当他有了这么一大批财宝，能做什么呢？想想后来在水之都，路飞花光所有积蓄开了一个大型宴会，请了全城的人，收获了无数的欢笑。而罗杰说出这个梦想时，是在到达拉夫德鲁前，他并不知道那座最终的小岛上到底有什么。但是世界政府试图阻止人们到达那座岛屿的行为，反而让罗杰笃定那里一定有巨大的宝藏。而在得到这个宝藏后，他们不仅将成为世界第一的海贼团，还将能够实现他的梦想。想对罗杰来说，他的梦想也是需要宝藏来实现的。罗杰海贼团在最后的冒险里也开过好几次宴会，与后来草帽海贼团每次大战后避开宴会的习惯非常对称。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罗杰与路飞的终极梦想都是想要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宴会，让整个世界都参与其中。海贼的宴会代表着无拘无束、自由欢乐。虽然时代不同，但乔伊波伊总是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欢笑。到这里，我们将乔伊波伊的前世今生所有线索全部分析梳理完毕。这看似一头乱麻的伏笔，实则将One Piece整部作品的终极秘密都囊括其中。我们也终于可以出窥乔伊波伊的真相。乔伊波伊是被命运选中的预言之子，这个称号指的是那个能够给他人带来欢笑，并改变这个世界的人物。他是代表自由的战士，会为了那些不公和压迫而战，对抗这个世界的黑暗，为人们带来光明。这份意志超越了血缘，不断传承了下去。在不同时代都会出现几个强者，接近这一终极梦想。上古时代的尼卡曾经为了解放奴隶而战，而800年前的乔伊波伊同样带领着不同种族和人们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王国。它的巨大不仅仅是因为巨人族的存在，还因为有一批巨大生物作为伙伴。这个国度充满着自由和欢笑，汇聚了3大古代兵器，拥有着强大的力量。乔伊波伊曾经希望实现人鱼公主的愿望，将饱受歧视的鱼人族迁移到这个国度，为此拜托巨人族打造了巨船诺亚，并约定由海王类来牵引。然而事与愿违，这种所有人平等的思想威胁到了那些自认为贵族的人和王国，他们组成了联军，得到了某种更加强大的力量，无法战胜。于是，在战败前，乔伊波伊希望将王国剩余的力量保护起来。他引导海王和天王创造出了布满海王类，并且没有任何风和海流的无风带，在大海中构建出了伟大航路，并将大秘宝放在了航路尽头的小岛上。只有被命运选中的那个人，才能重新聚集起3大古代兵器的力量，得到One Piece，并向这个世界发起挑战，去完成800年前乔伊波伊没有完成的梦想，让鱼人族在内的世界所有种族都能重新获得自由和欢笑。现在，乔伊波伊和罗杰等待的人已经出现了，他就是路飞。自由是路飞对海贼王的定义，欢笑是路飞实现终极梦想的原因。他就是被大海选中的，能够给世界带来黎明的乔伊波伊，也正在并即将把欢笑传递到整片大海。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乔伊波伊的简单分析啦。原本以为这期视频会轻松愉快的2天做完，没想到整整花了我5天。最大的原因即是乔伊波伊的线索关联到了海贼王目前为止的多个主要伏笔，牵一发动全身。要正确理解，就必须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分析，几乎是把漫画又看了一遍。能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也是相当厉害了，希望对你理解乔伊波伊有所帮助。我是朱爱本，下期见啦。